许七安是一个虽然有不着调的一些小缺点，但内心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且有自己底线的一个热血笨蛋。我肯定是不想去辜负这份信任，能干的就是让自己120%的付出去把这个事情做好。有个性有棱角，那不就是我吗？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。结果打人套路的规矩是哪个瓜皮想出来的嘛？我虽是个小人物，但亦有自己的坚持。Hello，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，也是你们的许七安。期待许七安马上跟大家见面，太期待了，太期待了。那你自己现在有看正片吗？我有在配音的时候看过一些片段。你自己在看那些片段的时候感受怎么样？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维度吧。虽然是自己演的戏，然后剧本也很熟悉了，从屏幕上看到自己的表演，还是会有新鲜感，会有各种各样的思绪给到自己冲击。当时在看这个剧本，看完之后最吸引的地方会是什么呢？吸引我的点有很多。首先，许七安是一个非常立体丰满的一个角色，虽然有着不着调的一些小缺点，但内心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、三观非常正的且有自己底线的一个热血笨蛋。我很想去这个世界里面，就一路从零一路升级打怪，在这个大风的世界里面体验这个过程。你会想要成为他这样的人吗？当然，我会想成为许七安这样的人，不断成长进步，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，家庭生活越来越幸福，自己也有一番作为、一番事业，应该大家都挺想成为的。对，真的就是看着他，其实感觉就很幸福，尤其是他跟家人的那些戏。对，我觉得在家里面那个家庭氛围感就非常的让我自己着迷吧。首先，我是一个独生子，家里面其实小时候就3个人，但老许家就非常热闹，有弟弟妹妹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妹妹，每天在这个家里面热热闹闹、打打闹闹的，大家一起拍吃饭的戏很多。对，坐下来一吃饭，就感觉真的是在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吃饭一样啊。我们是磨合出了非常有默契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。之前在桃花坞的时候有分享有一中场戏嘛，除了那个戏之外，还有什么比较让你感动或者说印象深刻的吗？其实很多戏，比如许七安他要决定去干一件特别大的事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家人们都安排妥当了，然后一场和他们告别的戏，其实也没有几句台词儿，看着大家的时候那种情感上的交流很难忘，那场戏会很深刻。包括前面许七安斩朱银罗的那场戏，他为女孩打抱不平，然后去挑战自己的上司，不畏强权的这种，那一刻我觉得许七安的那一面才完完全全展现出来给大家。看那场戏的时候，感觉许七安这个人物哇，真的符合他这种燃热血的感觉。是，然后延伸到后面有一场跟魏公的对话，那一场也是让我很印象深刻，内心的委屈、愤怒、不服，一场很复杂情绪的戏。那场戏当时也是很打进内心的，在问魏公愿意身心奉尘煞，不为自身求利是真心话吗？然后我说儿时耳濡，明志明高，也是我的真心话。就那场戏也很打我自己的心里面。拍完戏已经快1年了，但是这些台词记得还非常清楚。许七安很重要的一个 slogan， 其实他一直在做的也是这件事情，儿时耳濡，明志明高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儿时耳濡，明志明高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这部戏其实我们不仅在横店取景，还辗转了新疆很多地方嘛。整个戏拍下来，你觉得最挑战的地方会是什么呢？那边相对来说天气会比较恶劣一些，当时我记得温度也40多度，然后大家穿着打更人的制服古装对抗天气吧。有时候拍完戏吃盒饭的时候，其实饭也都有点馊了啊，对。但是大家拍的会非常开心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更加纯粹的去演戏，去诠释角色，诠释故事。在男频剧里面，男主有金手指一路开挂。那你觉得这次许七安他的开挂程度大吗？我觉得肯定不能否认，许七安他肯定是有开挂成分在的，哪有人天天出门捡银子呀？运气爆棚，投壶百发百中。我要有许七安这个气运，我去打篮球的话，应该能百发百中，也是应该能爽死。所以我觉得不排除一定是有许七安气运在身的开挂成分，但是这一路我觉得也离不开家人、朋友、前辈们一路的帮助，以及许七安自身不畏强权、内心的正义感支撑着他这样一路走来。首先他自己得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才会有身边的这帮朋友这么义无反顾的支持他。许七安有自己的坚持，也有他的幸运之处。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多面的人吗？当然。刚刚也说到许七安他是一个很有棱角、很有个性的人，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做一个有个性、有棱角的人的这种事情？有个性、有棱角的人，那不就是我吗？做有个性、有棱角的人要承担些什么呢？
在做事情之前，认清我自己，遵从我自己内心里面的东西。我认为对的事情、热爱的事情去付出、去努力。至于我觉得要承担什么的话，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，那就承担就好了，买单就好了，照单全收。照单全收，这句话也是非常你的态度。如果在做事之前就会去考虑你要承担什么，那这个事可能就没有那么纯粹，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就别想那么多，就先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做一个真实的人，真的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。谢谢。对于大众这种期待，会给你带来一定压力吗？当然有压力。从接到打更人的剧本，无时无刻都有压力啊！许七安的台词量巨大，台词压力首先就很大。在工作的时候，不是在演戏，就是在背词儿的路上，收工了回家路上也会在背词儿。然后或者比如说有一些重场戏，或者有些案情的这种大段台词戏，可能提前 N 多天就开始背。其次，我是觉得像打更人这样的一个原本就有很多观众、很多粉丝的这样的一个 IP， 我肯定是不想去辜负这份信任，能干的就是让自己120%的付出，把这个事情去做好，把自己的角色演绎好。所以有压力对我来说是动力，是一种鞭策，是一种动力。回顾王鹤棣的《指明录》，其实感觉也是经了一路这种逆袭。在这过程中，有没有让你特别感触的地方？像今天生日直播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给我送祝福，那一刻真的很难崩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非常感动，心一软的那种感觉。收到身边这帮朋友们的支持和祝福，真的就是会让人充满能量，充满电。我记得在拍最后斩二贼的那场戏，身边的兄弟姐妹都站到了我身后嘛，那场戏真的是给我燃哭了，那个感觉不是演的，演不出来啊。拍完二贼那场戏，我回房车还在那样，擦眼泪呢什么，但那个感觉很享受，因为那种感觉它不是常有的。我觉得当时哭完一条过后，我们的化妆小姐姐们要上来给我补妆，然后擦泪痕什么的，我就不要碰我，让我自己先待一会儿，非常享受沉浸在那一刻。今天过生日了，然后又进入到新一岁，感受怎么样？很充实，很开心，确实也很难得。今天这样的机会和相别1年的小伙伴们在重聚，之前在北京也有小聚过，但没有人这么齐过。就今天整整齐齐、热热闹闹的一帮老朋友们在一块儿，又回到大风的世界。大家一起在拍的时候，总是很吵很闹，但这个吵和这个闹永远伴随着欢声笑语，就非常暖心。就那一刻就是一点没有什么工作的疲惫，真的是很享受这样的环境和氛围。一会儿也会去和兄弟伙们去赴约我们的云火锅局。当然今天我妈妈也从乐山和我姨妈哥哥，还有带着我哥哥的儿子也来给我过生日，妈妈也给我买了一个蛋糕，就觉得都在了，很满足，很满足。一切都是最圆满的。对，祝你在新的一岁越来越顺畅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拍那些戏的时候，大家会像这种日常就生活中那种感觉吗？当然会有，当然会有，非常有意思。有的时候我们收工了，去在新疆当地找了一家火锅，然后我们就按照平时点的量在点菜，好几盘牛肉，好几盘羊肉，根本吃不完。家人们根本吃不完，它的每一片牛肉都这么大，巨大，这么大这么厚，然后一盘都特别多，哇！就当时就狂吃，说抱着不能浪费了的心态狂吃，最后还是没吃完，震惊了你们的食量。对，最后还是打包了，吃不完一点，但也解锁了很多美食那边，羊肉串、拉面、拌皮子、辣皮子拌面什么的，哇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